当你还在熬夜睡不着觉时，不妨刷上一集解压助眠的《荒野建造》，看完保证你能美美进入梦乡。赶紧拿好你电量76%左右的手机，左脚轻轻搭在右膝上，调整至最舒适的姿势，开启今晚的睡眠之旅。四海为家的王德发依然四海为家，这天又来到扭曲丛林下溜达。山涧下的巨石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俯下身子仔细的勘察，内部空间十分的开阔，还有天然形成的石床，简直就是难得的风湿宝地。于是德发便决定在此安家落户。卸下行囊之后，立即开始着手清理石缝间堆积的枯叶。虽然现在看起来地势并不平坦，但好在周边有用不完的石块，这便是天然的免费建材市场。只见德发收集了很多扁平的石块，沿着边缘先垒砌出一道基墙，接着用石头将内部给填满，上面再用石板铺设平整，就得到了平坦的地基。紧接着德发掏出羊角锤，将石床上方突出的岩石给敲掉，从而拓宽整个内部的空间。为了方便后续的搭建工作，还需要制作一个搬运建材的工具。只见德发走进丛林，便开始收集藤蔓，仅一会儿的功夫就得到了2大捆，接着再拿来加工好的竹篾作为龙骨，然后就可以用藤蔓交叉缠绕进行编织。就这娴熟的手法，堪比村口的二大爷。很快一个精致的藤框就做好了。紧接着德发还给竹筐安排上了双肩背带，这样一来搬运建材时就能轻松许多。在野外这种隆起的小土堆就是最好的搭建材料。加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，就得到了42号野生混凝土。只见德发熟练地将粘土涂抹在石床的四周，将床的面积拓宽到合适的大小。由于巨石下方缝隙较多，为了防止蛇虫鼠蚁藏匿在里面，德发继续用粘土将扁平的石板粘贴上去。就这贴砖手法简直堪比专业泥瓦匠。由于这里比较潮湿，为了隔绝湿气，德发先给石床抹上厚厚的一层粘土，而后再用收集来的竹竿有序地铺设在上面，中空的竹子就能起到很好的隔潮作用。完事后，德发再次钻进丛林，挑选了几根笔直的树干给砍断，而后刮掉表层的树皮。紧接着对着树干全方位无死角的一顿敲打，直到树皮与树干完全分离，这样就能获取一张非常完整的树皮。树皮经过刚才的敲打，此时也变得柔软且富有韧性。接着德发又继续如法炮制，很快就收集了满满一背篓，带回去晾干之后，晚上睡觉就能铺在竹竿上充当天然的床垫。由于野外昼夜温差大，一个温暖的壁炉必不可少。德发仔细勘察后发现，在最内侧的岩壁下方有个天然凹槽，只需从上方给挖开就能得到排烟口。说干就干，经过定位之后，德发便抡起铲子开始挖掘。不一会儿便将顶部给挖通，看来这小子在勘测方面还真有2把刷子。接下来就可以用石块和粘土修砌壁炉。随着底座开始成型，在继续向上搭建之前，他还先用木棍构建出一个简易的标杆，这样搭建出来的壁炉就不会歪斜。由于壁炉的位置并不在烟口的正下方，为了确保能够让烟顺利排出，德发又动起了歪脑筋。只见他继续找来藤条和竹篾开始编织，很快就编织出一个拐来拐去的排烟管道。安装上去之后简直不要太完美，他一手抹着泥浆，一手扶着管道，确保每一个接口都严丝合缝。完事之后就可以拿来柴火点燃，随着火苗缓缓窜起，烟顺着排烟管道缓缓排出，整个岩洞瞬间暖意融融。在野外想要吃上一口热乎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只见德发拿来竹子和藤条，3下5除2就制作出了一个捕猎装置，只要猎物经过触发机关，就能将其给牢牢夹住。紧接着德发找到一处隐秘的位置，将捕猎装置小心翼翼地安置在地面，然后用树叶将装置周边掩盖得毫无破绽，再放上一些野果作为诱饵，剩下的就只需等待猎物上钩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德发也没有闲着，发现了一旁有几棵野生芭蕉树，他大刀一挥，整棵树便应声倒下。虽然果实还没有成熟，但是嫩白的芭蕉心也是可以直接食用，清脆的口感带着一丝清甜。简单的垫垫肚子之后，德发便起身去查看捕猎装置，竟然还真让他逮住了一只肥美的山鸡。德发立即给它宽衣沐浴，然后放入砂锅中，再加入一些未断生的芭蕉作为调料，就可以架在壁炉内慢慢炖煮。随着暮色渐渐笼罩山谷，德发将晾干的树皮给收了回来，铺设在竹床上。晚上睡觉就不用担心被寒气侵袭。此时美味的炖鸡也正式出炉，香浓的肉香混着芭蕉的清甜在岩洞中弥漫开来。德发撕下一只大鸡腿就美滋滋地啃了起来。吃饱喝足后便躺在床上睡了过去。由于没来得及修葺围墙，一晚上他也没休息好，
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着手修砌围墙的工作，同样是用石块和粘土砌出圆弧形的墙体。随着墙体达到半人的高度，德发还在一旁预留出一个圆形窗框，紧接着又拿来竹条凹出门洞的支撑，这样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始修砌门洞的造型。随着墙体达到预定高度，内部还要抹上粘土精装修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，所以在密封屋顶时，他选择使用茅草屋的搭建方式。首先找来原木架在上面，构建出屋顶的框架，然后用麻绳将茅草捆绑在竹篾上。等所有材料准备好之后，便可以一层层铺设在屋顶框架上，确保每一片茅草都紧密排列，不留空隙。为了夜里能睡个安稳觉，还需要安装好门板。只见德发先在竹子上加工好孔洞，而后就可以拿来木棍将其串联起来，两端再敲入竹钉固定好，一个结实耐用的竹制门板就制作完成了。为了安装上去能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，还需要根据门框的弧度对门板进行精准裁切。将门板用藤条固定好之后，现在他的新家就算搭建完成了。为了住得更加舒适一些，德发还在四周种上一排绿植，就这依山傍水的居所，不仅可以随时游泳，还能实现钓鱼自由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微风轻拂，听着潺潺流水声，伴着虫鸣鸟叫，吃着肥美的烤鱼，简直不要太美。